这不对劲，才刚入夜，这长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你笑什么？今日是除夕，大街上自然无人，就连平日里最勤奋的商贩，此刻也都回家了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今天是除夕啊。好香啊！的确好香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是油豆腐的味道。普通人家过年会做的一种食物，用比较蓬松的豆腐，在油里炸过。有钱人家的话，还会在里面放上肉馅。想吃，去抢一些来。每年的除夕，是这些穷苦人家一年中少有的好日子。不要在这样的日子里给别人增添麻烦。哎，行。哎，你小时候会期盼过年吗？自然。过年那段时光，是一年中少有的好日子。无论过去一年有多少烦恼，似乎在新的一年开始之前，都可以清空。大家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饭。等到了天亮之时，一切又是新的开始。你说的太过书卷了。我听别人说，大家喜欢过年，是因为很多平常不舍得吃的东西，只有过年才会吃。普通人家似是如此。我小时候家境还算殷实，这方面似乎没有太大感觉。我给忘了，你以前还是个富家公子呢。你从未过过年吗？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就跟我弟弟一块流浪。后来进入了暗河，在暗河里也没有过年的说法，所以我没有过。谁呀？你们是？奶奶不必害怕，我们只是过路旅人，停下来歇歇脚，即刻便走。这大过年的，你们还要赶路啊？对，出来办些事儿，路上耽搁了。成河，走了。哎，孩子，除夕的日子里，只有大城的客栈才开着门，最近的大城，你们还要走4、5个时辰，不如来我家吃个年夜饭吧。孩子，求求你们了，就陪陪我这个老婆子，吃个年夜饭吧。好，请。这油豆腐好好吃啊。不过跟你说的不一样，这家老奶奶虽然家里穷，但是这里面也加了肉。这本来是给他孩子准备的，虽然别人告诉他，他的孩子已经死了，但他仍抱有一丝希望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年夜饭。奶奶，快来一起吃吧。
这般豪气啊！想不到吧？向来有美名著称的苏沐雨什么都没留下，而杀人如麻的送葬师留了一锭银子。哼！饭后我便把5枚铜板放这里了。怎么才5枚啊？因为我总共就5枚。唉，穷鬼。走了。苏沐雨，除夕快乐！除夕快乐！起来吃饭了。每日都是这些稀粥咸菜，能不能换点东西啊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油豆腐。油豆腐？你以为你是座上宾呢？你是阶下囚。油豆腐，是不是还得是带肉馅儿的那种啊？哼，这窝头可真够硬的。宗主大人想跟别人谈条件，就安排这样的饭食。宗主大人并没有交代什么，只是来自影域的罪人吃的向来都是这些。去，给苏公子准备油豆腐，还得是带肉馅儿的那种。苏公子还想吃什么？再来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即可。哼。去。是。如何？回大人，他依旧被醉梦谷所困，并无任何异样。那就回去复命。宗主大人还真是足够谨慎，每日都派你们来查一遍。是。我来这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：义捕以你的性命要挟苏昌河，刺杀琅琊王。他同意了，已经出手了。看来似乎对此你并不感到惊讶呀。昌河喜欢做疯狂的事情，刺杀琅琊王这件事足够疯狂。我相信，当他拔刀的那一刻，无论出于是何目的，都会很兴奋的。不过，他必然是败了。哦，为何这么说呀？若是成功了，我不应该被放出去吗？哼，也对，刺杀自然是失败了。苏长河似乎还受了重伤，不过他以此为由，要求义捕准许更多的暗河精锐杀手入天启城。人来了多少？七叔带了10余人来，加上哲叔，明面上共计20精锐前去截杀琅琊王。
至于暗里，雪薇、昌黎他们都已经到了，算上你我，共计7人，影宗毫无察觉。8人。你不是暗河中人，这件事情跟你无关。但我是苏沐雨的朋友啊，他也是南安城药庄的大盗。好吧，那你可别死了，不然他会怪我的。我可是苏哲的女儿。哎，对了，我那爹呢？这一次他又有什么任务啊？他的任务是最重要的。来，这个小家伙，一会儿能找到苏沐雨吗？那就要看我和沐雨的默契了。毕竟，一起经历过这么多次生死。那若是没有默契，岂不是一切都功亏一篑了？如果真的证明了我们的默契，小神医可会多想。穆大美人，你怎么也和大家长一样开我玩笑？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明白，都是朋友，好朋友嘛。看来他们被尹宗发现了。有点恶心。我的那一滴解药，怕是解不了全部的醉梦蛊。雨墨姐姐，你还有更多的寻踪珠吗？这一只是宇哥独属，需要训练很久才能得到这样意志。不过，如果是宇哥，哪怕只有一滴解药，也一定可以找到破解之法吧？也是，他可是苏沐雨啊。似有飞剑天上来。渊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经落烟霞不复回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况那人间无尽愁。再看来时，当空月。父亲，今夜便借你到凛然剑气吧。在这里了，你看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我们2个还没有冲进去呢。放弃吧，当年百里东军和叶鼎之也曾被他们拦住，更何况你们2个。哼！苏沐雨，你身上的醉梦蛊解了，还真是个能给人惊喜的家伙。战局已经开始了，都已经拔剑了，又何必在乎这么多？有理，
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这些人，我们2人替你拖住。多谢了。能见证一些改变，是我的荣幸。我也是啊。他去的这个方向，范俊楼。所以你们蛰伏良久是另有所图。计划，尹宗应当也有大部分势力被调走，包括这万卷楼。但似乎尹宗的底蕴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厚。有点本事。看来我们那位苏家主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大哥，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覆灭尹宗吗？尹宗的存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是天启城的事情。我们此次的目标是那座楼。那座楼有什么特别的？万卷楼里面藏有暗合所有人的讯息，据说从出生伊始，一字不漏。那岂不是当年的仇？等我们踏入那座楼再说。穆子良，为君开路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暗河苏沐雨。你的名字？影宗，谢在野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直伞拐。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七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七星连珠。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七星连珠一剑强过一剑，你若再接一剑，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
太起劲。很久没见呀，奎大人。大家长身上的毒已解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什么条件？我、哲叔、昌河，还有大家长等人，都会从此离开暗河。哎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奸细！哎，不是，真不是。孙不语，你别诬陷老子。行了，你说的那个等人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会列一个名单，名单上的所有人，都会离开暗河。你是想解散暗河？想留下的都能留下，想走的都可以走。我只是希望给每一个留在暗河的子弟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绵龙剑的最好时机，苏沐雨的条件可不能答应啊！大家长，这是在考验我呀！握住这把剑，远远不够，得握住它，活着走出锦绣城。你以为最好时机在何时，在何地？机会从来都是转瞬即逝，所以只有握住它，就是最好时机。绵龙剑，我取了。慢着！苏家这个时候想拿绵龙剑，还为时过早了吧？这是死灭关穆慈陵。穆家穆慈陵和穆子哲同为前任穆家家主的亲传，他当年从大家长那里偷走了阎魔掌的秘籍，偷偷修炼。结果把自己练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后来也因为穆子哲的告发而败露，结果被锁入了那口黑棺里。
哲疯了，居然把这样的家伙给放出来。传说中他的研魔掌并没有练成，看来穆子哲说谎了。掌边红气缠绕，说明研魔掌的功力至少有了8层。看来这家伙的实力在3家家主之上。别做傻子，人又不是冲你来的，你冒什么头？手怎么伤的？没事儿，我跟穆子哲那狗东西打了一架，不相上下。哼，毛蛋，你想死吗？家主说了，若这次你能打败苏家家主，夺走绵龙剑，他便给你自由。穆子哲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穆思良，你不怕这些毒吗？又来这一套，打赢了就给我解毒，说好了。家主亲口所言。好吧，虽然这穆子哲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且相信他这一次打败谁来着？苏家家主苏锦辉。小声点。刚刚那小子叫什么名字呀？穆天林。听上去就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那你呢？苏泽，山水之子。是。唉，也是个出来就要去死的名字。不过这苏晋辉就不一样了，这名字一听就很难杀。生见此灵，死见阎罗。10年前，我就劝穆子哲杀来，他不愿意。他说将来或许能用上，没想到，他说的将来就在今日。不过单凭你一个人就想杀了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能不能杀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区穆家叛徒，怎值得我苏氏家主出手？你的剑法不错啊，比那颗毛蛋强很多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秋叔，苏晋辉，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。当年你们3个狗东西合力才勉强赢过我，如今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害怕吗？拔剑40年，杀怪战神，不知何为害怕。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看到老爷子亲自动手。这场戏看得可算过瘾。有几分意思啊。畅和，戏的终曲你希望是什么？你当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啊？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说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俩现在联手，一起对付他。苏沐雨啊，你厉害啊！你现在都学会骗人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
你想借我退敌，然后把剑给苏家家主？我真服了。炎魔掌！原来还有高手啊！去吧！这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木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炎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，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双寒剑气，有点意思。很久以前听说，《西行游记》的画本之中，孙猴子用棍子画了一个圈，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仍然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但不同的是，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，而我的圈可随人而行。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天地。这下可精彩了！要参战吗，穆远？此刻我若是出手帮助苏家主，才战胜了穆子陵，他就算拔出了面龙剑，日后也无法震慑三江。相反，若是苏家主赢了，那至少穆家就绝对不敢造次了。行，那我们一起下个注吧。你猜谁能赢？家主打算尽全力了。穆子陵练了炎魔掌，根基也不会太深，时间久了必败无疑。你错了，你如果看过那本秘籍，你就不会这么天真了。那疯子一样的武功，哪分什么根基深不深？你看过？没有，我猜的。炎魔掌，一境一层楼。8层见天地，到了第9层，便是天地。我要入第9层了。我赌赢了。哎呦，宋远，你老实待着，别出去。穆子陵，先夺取绵龙剑，从长计。祈祷术，谢家的人，当年三家最强的苏家，如今被一个穆子陵就打得满地找牙。这绵龙剑我拿到了，这大家长能不能我来当啊？还太早了吧，能从这里带走，才算你的。饿了，咱们打了，先走一步。雕虫小技！穆家贼人哪里跑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苏家苏昌河虽有伤在身，也要为苏家夺回绵龙剑。
我们无人是己对手，你身负重伤，追上去亦是枉然。见风易折，老爷子的心气就像那柄蛇剑一样，在无限接近大家长之位的时候折了。老爷子，苏沐雨，你好像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大家长，绵龙剑。绵龙剑怎么会在这儿？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绵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号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你们在朱巢门口等我。是。这世上，只有你要拿这柄剑，我会让给你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比我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。毕竟朱颖12孝肯为你卖命，
而彼岸的众人只会对我拔剑。我们就像说好的那样，你做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。果然，就算我让给你，你也不会拿。你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从此和暗河没有半点关系。那你又为何一定要留下来？因为不是每……说得好，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就给我解了这奇毒。对，他们便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2个人，苏沐雨以及苏昌河。提魂殿，水关。方才你那段话说得很好，只是很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并不是我们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手。作为三观，我仍然想以旁观者的姿态看这一切。虽然你们很强，但仍然不会是穆慈林的对手。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着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昌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，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
在是太可惜了。你的研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敌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在这，必死无疑。鬼差开路，相见黄泉。已见黄泉，鬼差何在？持伞避阳。黄泉的鬼差身上果然是一股阴气，看起来比我们暗河还要渗人。主人派我等在此等候许久了。暗河大家长，素闻黄泉的主人神通广大，居然早就猜到了我们要来此。那便还请大家长和苏沐雨家主上船。公子便是这一任苏家家主苏沐雨了吧？公子长得真是俊秀啊！公子怎么如此冷漠？是因为与小女子不相熟吗？这样，公子可愿多说一些？不与公子开玩笑了。姑娘会变脸？你确定我就一定是姑娘？还真给我搞糊涂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名叫红衣。
家也会易容术，但和这红英比起来，相距甚远啊。我们一个叫持伞鬼，一个叫送葬师，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有趣啊！进去看看。哎，你就是这黄泉当铺的主人？等等！算不清楚，不算了，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！遵命。你们二位，就是如今暗河掌权的大家长苏昌河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啊！我知道你们，如今的暗河竟然交给2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与我们此行来此，并无任何关系。在我黄泉当铺之地，竟敢如此说话，不愧为当年的魁呀！所谓魁，人中之鬼。我们是同路人。阁下便是黄泉的主人。哎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我呀，不过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当不起黄泉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看东西就看东西，可别害我呀！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别废话了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暗河的宝藏。那间院子可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了。随我来吧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来点粗俗的。这得接多少杀人的单子，才能攒这么多钱？
这一屋子的金砖很多吗？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金砖啊！原来如此，暗河将所有的财富都藏于此处了。若以为仅仅只是财富，苏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们了。跟我来。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这剑来自剑心冢。跟我来。剑心冢、明剑山庄，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于这3个地方。你再看那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世间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间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砖要值钱。若以金钱的价值来评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砖。但是这里的兵器，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样，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呀！我说王掌柜，你说话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哦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咱们再看看后边吧，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喽。嘿嘿，这以前听闻苏公子的大名，都以为是什么人间修罗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竟是风流少年呀！哎，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不如咱们这……谁敢在天启城中杀人？什么人鬼鬼祟祟，暗箭伤人？此事与你无关。你是何人？装神弄鬼！二爷，请退下。此人为我而来。这是苏公子的仇家？倒也算不上仇家。他们之前也是暗河之人。他们又是什么鬼？他们不是鬼，而是坐在神庙之中的神。只有我们这些执剑之人才被称为鬼，也就是你所说的人间修罗。听不太懂。总之好像很可怕。倒也没有，只是我的剑被哲叔收走，倒是有些麻烦。我平日里是不太用武器的，只有这把匕首，必要的时候用来防身。很好，倒是经常看昌河用寸之剑，没想到今日也能派上用场。苏公子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也来了百花楼吗？是啊，打得热闹些，拖一拖时间，等哲叔赶来。他不会来了。二爷退下，此事与你无关。这怎么还下死手呢？
神爷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成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一人，足矣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哎，我作证啊，苏公子真的只是听曲儿。难道苏沐雨真是无辜的？那是自然。来了教坊司只是听曲，就像是我去了天启城的碉楼小住，然后点了杯普洱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又当什么立什么。当机立断。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打架还有机会插嘴啊？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先生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白神医。白鹤怀，药王新买草的小师叔。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了。哎，不是我，这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苏公子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无须之阵。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，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哎呀，那个白神医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苏沐雨，哼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